大家好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无论你是明星 ABC 还是路人甲乙丙，都逃不过平凡的生活以及琐碎的日子。无论婚前的海誓山盟，还是婚后的大眼瞪小眼，所有理想化的东西都会遭遇到时间的考验和缺点的凸显。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缠绵戏码，一般都只会发生在婚前，婚后的日子，激情归于平淡，浪漫归于油盐。洗碗的手必须学会脱下那1克拉的钻戒，无修饰的脸必须学会面对那掉了下巴的鄙夷。所以当女人抱怨男人不浪漫的时候，其实只是自己的优点慢慢的被忽略掉了，而缺点却被慢慢的被还原了出来而已。比方说草根大明星赵丽颖，即便通过努力蜕变成为了一位受人尊重万众瞩目的一线巨星，然而在前夫冯绍峰的家里却反复的被鄙夷和轻视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因为开始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新家庭成员，为原先的家庭带来了众多思想方式、生活细节等等方面的迥异和矛盾。这些或大或小的纯粹思想上的差别，如果一开始就被包容，那么双方的融合度和磨合期都会很快的过去。反之，如果一开始就强烈的被排斥、被指责，那么细节就会被放大，冲突就会被引爆。很不幸的，在讲究面子、诸多家规的冯家，赵丽颖一些大大咧咧的生活小细节，就这样被反复放大，或者说无限放大了。例如说，出身农村的赵丽颖容易丢三落四、不拘小节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，习惯快节奏的她很喜欢扒拉碗、扒拉盘子。如果大家都是直爽敞亮的人，或许根本就不是个事儿，甚至还显得更热闹、更亲切。然而，在讲究餐桌文化、西式礼仪的冯家，这些貌似上不了台面、让人侧目的举止，就实在让少峰妈无法接受了。这些习惯其实没有对错之分，只有先后之分。也就是说，习惯是可以改的，特别是环境造人。如果冯家时常拉着赵丽颖去西餐馆吃法餐、吃巨扒，十有八九赵丽颖也会在吃饱喝足之后被潜移默化、被慢慢调整。毕竟所有自小养成的习惯都不可能在一时半会之间被彻底的改掉，可能不少人毕其一生都无法参透和破解一个影响生活质量、婚姻质量的幸福密码。因为不少人在谈到离婚的时候，都会自然而然的想当然的认为扼杀婚姻的都是因为忠诚度、价值观、事业心等等比较大的因素所造成的。然而现实情况是，真正的婚姻杀手偏偏更多的源自于一些原本微不足道、鸡毛蒜皮的小毛病、小事情。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曾经这样说过，使人感到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，往往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子。在两个人的婚姻当中，个人生活小习惯所造成的冒犯，一次家庭成员之间的小摩擦，都跟藏在鞋里的沙粒一样，会不停地刺激对方的神经，日积月累地刷新忍耐的极限。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鸡毛小事，都会把一段貌似美满和谐的婚姻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赵丽颖的离婚其实也为现代人的婚姻提了一个醒，那就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实就是避免各式各样生活习惯、思想差异的便捷途径。清官之所以难断家务事，就是因为家务事永远都是鞋里的一粒沙子，无法看见却又实在生疼。而忠诚度、价值观、事业心等等的老石子，只不过是远方的高山而已，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罢了。一段貌似失败的婚姻，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，都不是因为大奸大恶谁对谁错，而是因为鞋里的沙子，或者说背上的刺没法移除。因此，结婚后的鸡毛蒜皮，如何去共识，如何去平衡，如何在对方的小习惯或者说细微之处，给予对方足够的支持、理解和帮助，以及如何在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及时调整心态，等等等等，都是需要夫妻双方互相提醒、处处留心，慢慢经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
有些时候甚至有必要为对方做出改变，去改变一些长久形成的小习惯或者小毛病什么的，或者为对方牺牲掉一些小嗜好、小理想也是必须的。毕竟婚姻永远都是一门相互妥协的艺术，接受对方的优点很容易，接受对方的缺点都很难，谁都一样。总之，婚姻不易，且行需要且珍惜。您觉得呢？欢迎您畅谈婚姻，畅谈观感，非常的感谢。